要不是有录像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。只见两拨人发生了争执，大爷轻轻推了小伙一下，小伙立马顺势倒下，还压到了一旁看戏的小女孩。小伙倒下后还不忘拿起手机来录像记录证据，这操作直接把大爷给整懵了。这时大爷的老伴看形势不对，也立马倒了下来。而另一边，小伙的父亲正和大爷的女儿发生争吵，小伙的父亲见吵不过大爷的女儿，也紧跟其后倒了下来。倒的时候还不忘挑选位置，舒舒服服地躺在了小伙的肚皮上。小伙还不忘拿起手机继续录像取证。眼看对方倒下的数量超过了自己这边，在一旁打助攻的小姨子抓住机会，也立马瘫倒在地。这可把一旁的小女孩给整懵了，咋又有人倒下了呢？而跟他吵架的大妈也是见状赶忙倒了下来，倒下后还不忘来个四肢抽搐，大声的哀嚎着。最终整个广场也是齐刷刷躺倒了一大片，这可真是离了个大谱。你有病！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大家好，你相信吗？一个陌生人，你从未见过的人，竟然会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。在我们这个世界上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早已日渐稀薄，许多人都选择了冷漠与回避。而这在前几天，在台湾发生了一个令人感动的事件。一名日本游客因为身体不适，几乎陷入困境，然而他遇到了让他无比感动的台湾人们。这件事让我思考了一个问题：当我们在外面感到无助时，谁会为我们提供援助？但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，这样的故事在台湾并不罕见。相反，放眼中国大陆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、恐惧与隔阂却成了社会普遍现象。这种现象并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，它背后藏着我们社会深层的恐惧与信任危机。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，为什么台湾人能展现如此温暖，而在大陆大家却不敢轻易伸出援手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一位名叫 Nanko 的日本女孩在台湾旅行时搭乘自强号列车，准备从台中前往桃园。然而因为她有慢性病，必须按时服药，并且要多喝水才能避免血栓，但因为她怕找不到洗手间，宁愿减少喝水。结果在这趟列车上，她因长时间站立，身体不适，开始出现恶心的症状，最后甚至坐在了车厢的地板上。这时候一名台湾女学生注意到她的异常，主动用翻译机询问是否需要帮助。男狗请求她提醒自己何时到站，但台湾女学生不仅主动让座给她，还在自己下车时将她交给了另一名台湾男乘客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名男乘客不仅帮助她拿下了行李，还安慰她说，不用担心，我会帮你把行李搬到月台。能够感动的几乎流泪，他表示说再多次谢谢也不够。你是否也为这个故事感到温暖？这是一个多么简单却深刻的举动，在陌生的环境中帮助一个无助的外国人，既显台湾人的热心与善良。而这样的行为并不是个别现象，它几乎成了台湾文化的一部分。台湾人不仅仅帮助他人，而且是主动去关心去照顾他们身边的人。然而换作在中国大陆，事情会是怎样的呢？如果有一个陌生人在街上突然倒下，或者在公共场合遇到突发情况，很多人可能会犹豫，甚至选择视而不见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让我们先回顾一起让全国都为之震惊的事件——南京彭宇案。那个让国人不敢搀扶老人的罪魁祸首，你知道是谁吗？2006年10月20号啊，南京的老太太徐寿兰在下公交车的时候呢，不慎摔倒了。当时年仅24岁的彭宇热心的上去帮忙，把她送到了医院，甚至呢还垫付了200块的医药费。岂料事后啊，这个徐寿兰竟然把彭宇告上了法庭。在法庭上，法官王浩他说了一句话，震惊古今。他是这样说的：不是你撞的，你为什么要扶？最终呢，彭宇被迫赔偿了徐寿兰6万块钱，后来还离开了南京，至今都没有露过面。扶不扶的问题不仅是一个法律难题，
更是社会信任的危机。在大陆，很多人不敢轻易帮忙，怕被讹诈，怕自己变成被倒打一耙的目标，甚至有些人冷漠地认为，我不认识你，为什么要帮你？这种情感的隔阂反映了大陆人心中的恐惧，不愿意冒险，害怕承担责任。西安一老人晨练摔倒在地，39人路过，无一人报警，直到老人停止呼吸。问路人不敢扶，报个警不行吗？路人说，报警也不敢啊，也会找到我，少则耽误几天自证清白，若难以自证清白，还会被扼杀。前些日子呢，有位老人摔倒，好司机报了警，警方呢据来电显示找到了车主，结果呢被扣车拘留。1个人不服报警怪人，2个人不服报警怪人，3个人不服报警可能还是怪人。那39个人都不服报警，那怪谁呢？那么，为什么大陆人对陌生人的帮助这么犹豫？问题的根源很复杂。首先是我们社会的金钱至上的价值观。在大陆，很多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，生活压力大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弱，大家都忙着赚钱，追求物质享受，根本没有时间去关心别人。尤其在城市里，每个人似乎都带着一种只要不影响我自己生活的冷漠态度，他们对陌生人没有兴趣，甚至连微笑都显得格外奢侈。这就导致了大家在面对陌生人求助时往往会犹豫，我帮你能得到什么回报？我不帮你，自己也不会有什么损失。很多人在这种交易式思维的驱动下，选择冷漠和回避，而不是主动伸出援手。而最为根本的原因则在于社会信任的缺失。多年来，各种不公正的社会事件、法律的漏洞、道德的沦丧，都在逐渐削弱人们对社会的信任。比如，大陆的社会机制往往让我们不敢做热心事，因为无法信任那些该是我们依靠的社会规范和法律。互相推搡，大街路一路跑向，精神攻击不停放。大哥非常生气，一怒之下剃头盔，大姐也不再留情，一头扎进大哥怀里，气氛不太对，莫名的有些暧昧。对着大姐老公后，是你老婆先动手，僵持几秒之后，大哥无奈的退手。大姐的目光一抽，到底耍赖是不休。大哥看见后，呆了3秒就脱掉外套压大姐身上。下快起，别再瞎巴拉！怒火满腔，大声骂他是我气你干啥？大哥却不撤下，干脆我也压你俩。旁边的大姐经过，见此场景也想往上爬。一个字，绝！长期以来，社会风气的变化以及一系列负面的社会事件，让许多人对陌生人产生了警惕心理。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服不服问题。很多人担心自己在帮助他人时，反而会遭遇麻烦或被诬陷，最终让自己付出更多的代价。这种不信任和害怕麻烦的心理，成为了大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距离越来越远的重要因素。看看近些年的社会现象，网络上的道德绑架成了常态。每当有人帮忙的时候，总有人站出来质疑，你是不是为了拍视频炫耀？这种思维让许多人开始怀疑自己做的一切是否会被误解，是否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沉默，选择了冷漠。这不仅仅是单一事件所能反映出来的，
而是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问题。无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公共生活中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不应该轻易相信他人。在大陆，看到别人遇到困难时，首先考虑的却是我能从中获得什么，或者这个帮助会带来什么风险。而这种思维方式让很多善意被扼杀在萌芽阶段。看看台湾的情况，虽然也有城市竞争压力，但台湾人之间的信任感比大陆强得多，大家对陌生人更有信心，帮助他人也没有那么多心机。这并不是说台湾人更有钱更有资源，而是因为信任的土壤更为肥沃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温暖也更直接。那么台湾人为什么会如此热心，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？这不仅仅是因为个人性格或者单纯的善良，它背后还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。台湾人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，这种责任感不仅仅体现在对家人和朋友的照顾上，更是延伸到对整个社会的责任。他们更注重社会的整体感，认为个人的行为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温暖。在台湾，很多人从小就被教育要关注身边人的需求，要为他人着想，不仅是为了自己，更是为了社会的整体福祉。台湾的教育体系也强调互帮互助，让孩子从小就懂得社会这一概念的意义。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部分，彼此关爱帮助，社会才会更有温度。这种社会责任感在台湾非常普遍，体现在他们日常的举手之劳上，从路上看到老人摔倒，主动上前扶助，到在公共场合帮助陌生人解决困难。台湾人的行动背后，是一种深深植根于他们文化中的社会凝聚力。他们坚信，我帮助了别人，别人也会帮助我，这是一种良性循环。这种观念使得台湾社会更加温暖，也使得他们在面对他人时，往往表现得更加热心和无私。而且台湾人对于这种行为的价值认同度很高。在台湾，帮助他人不仅仅是一个道德义务，更是社会和谐的一部分，是大家都愿意看到的行为模式。你很少会看到有人在帮助别人时表现出不愿意或者不满，反而会有更多人主动伸出援手。这种全体性的社会责任感，让台湾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更强，也让整个社会更为友善。看完这个故事，我们不得不问自己，我们能从台湾人的这种社会责任感中学到些什么？那我们该怎么做呢？其实改变社会的冷漠并非一朝一夕的事，但每个人从自身做起，从周围的小事做起，就能逐步改变这一切。我们可以从台湾人身上学到的，不是依赖政府政策，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。你要去关心别人，主动去帮助，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也许每一个善意的举动都能为这个世界增添一点光亮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哦，让更多人看到台湾的美好。我们下次再见吧。